回家啊，回家。我付现金行吧？こんにちは，我哈拉です。欢迎来到福源的频道。时隔9年，终于有机会回我的老家北京了。9年前移居到冲绳以后，这还是第一次回家，心里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可以见到久违的家人和朋友，吃到心心念念的家乡美食。紧张的是这9年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不知道北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还有10几分钟就要到北京了。飞机降落了，我们的北京之行也正式开启了。T3的航站楼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我觉得没什么变化。可惜我想错了，现在的北京真的让我震惊。目光所及的地方全都是绿色，街心公园啊，像道路两旁全都种了很多树。今天虽然北京是34度，但是并不觉得很热。市区外的快速路周围也全都是绿树。这些视频并没有经过任何的滤镜渲染，感觉北京变得更漂亮了。进入市内普通的居民社区，依然是绿色成荫，而且非常干净。朋友住的高档小区里，环境就更好了。相对于9年前，街边出现了很多的小吃店，有很多种类，琳琅满目的，让我目不暇接。2楼火烧铁板烧线上自助餐，138元一位。老公最喜欢的北京老字号紫光园也是随处可见。这是油酥、牛肉。这是牛肉。两个，一个你也装不下。它的面韧性。开放式的制作环境会让食客们吃得更放心。去商场买稻香村的点心。这个是绿豆糕，变成了独立包装的，倒是非常方便。果仁糕。这是什么？软饼，美眉软饼。很像萨琪玛的烤麸。是。这腰筋的哈。对，腰秤。可以来几个？这是肉松卷是吗？一个。再来2块牛舌饼，我付现金行吧？可以。50。谢谢。这回儿子可高兴了，可以吃到小时候的味道。燕峰商场的面积虽然不大，但是里边的东西种类非常全。如果想买伴手礼的话，这里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个应该是新式的山楂糕，做的像冰棍的样子。还有山楂条，9年以前可没有这么多的种类。这个，要几个？野山枣糕。这个茯苓饼其实是国内的。还有窝我也中过的，就是某七是吧？这是上海的，这个是话梅糖，这是北京的。小时候吃的东西。这是奶酪。
啊，对，豌豆黄，豌豆黄，豌豆黄，对，豌豆黄，果脯、小麻花，对，山楂糕来俩，山楂糕来俩，驴打滚儿，来俩，还有爱窝窝，对，他特意点名要的麻花，就是对，就是一人俩，小的黑芝麻糊好嘞，原味了。啊，原味的，巧克力，能写日语吗？奥特曼，鲍鱼，15块钱，15块钱一个。这是基围虾，小龙虾，这些是小龙虾，100块钱3斤。卖海鲜的老板依然还是9年前的他，依旧是那么热情。这是8块钱一个，买10送1，这是生蚝，这是冷冻的。菜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再次走进这里，感觉还是那么的熟悉。北京老字号的酱菜园的咸菜，这家店还在，还是那些熟悉的种类，糖蒜呀、辣萝卜干啊、咸菜丝儿，好亲切呀！不要了，就要糖蒜。一家叫德永的烤鸭店，他家主推的是枣香烤鸭，新式的北京烤鸭，据说很好吃。今天呢，来尝一尝。欢迎回家啊！欢迎回家，希望你常回来。谢谢。烤鸭到了，个头不大，颜色很漂亮，看着外皮脆脆的，汁水很多，看起来不错。这个是新吃法，鸭皮鹅肝酱寿司，以前的北京烤鸭可没有这个。鸭皮入口即化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好像是这里的招牌菜之一，竹荪鸡汤，这个是一个例汤，里边有鸡肉。红烧胖头鱼，这个个头还真不小，这是一个鱼头。这里的特色菜之一，宫爆虾球，其他的菜就不太知道名字了。现在北京打车全部都是用手机，我发现想学会其实也不难，点击微信里的滴滴打车，马上就会定位出发地，选择目的地之后，很快就有不同的车型、价格可以选择。具体的车型、车牌、到达时间一目了然，这个确实是比以前方便多了。车内很干净，还有很多的提示语音。前方学校，请减速慢些，注意行人。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，9年以前可没有，现在出行真是太方便了。竟然还有电动的。这个位置它就自动锁了。北京在交通上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纯电汽车，这种绿色的车牌就是电车的车牌，但是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品牌的。了解后才知道，现在北京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基本上也是纯电车。记忆中的地铁站，那会儿上班每天都会坐地铁，现在去体验一下。2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被2张地铁票难住，自己折腾了半天也没买出票来。
感觉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在纳闷，这两个人怎么连买票都不会了？最后还是工作人员帮我们操作，然后教我们，这样才顺利买了票。好了，把身份证搞好。地铁站里面多了自动售卖机，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变化。再次看到这个，让我想起了《飞屋环游》里的老爷爷。仨了，我都快失业了。基本上都在那儿自己做，像那灌肠就拿那什么绿豆淀粉，不是绿豆，红薯淀粉，红薯淀粉。其实这个菜好。我最爱的炸藕盒、焦溜丸子。尝尝，行吗？我就知道他爱吃这东西。醋溜木须是闺蜜特意给我点的，知道我爱吃。就60了，现在你面子很大。那个谁，没想到他会同意，你懂吗？他一般不出来。北海道吧是什么呀？夏天的时候他就说，哎，那个夏天去什么北海道啊？冬天说太冷了吧，然后太冷了吧，确实冷，那就是你个是一方面。吃着饭，然后一堆人过来给你然后呢你懂吗？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尴尬。炒疙瘩，地道的北京味儿。盐爆肚丝也是老北京的味道。然后缝缝补补，听说盖不了卤煮火烧也是老北京人的最爱，必须要配香菜，再来点辣椒油，那才好吃呢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北京的话，一定要尝尝这个卤煮火烧。好久不见的好朋友，有说不完的话，聊不完的天儿。吃饱喝足了，去朋友的家坐坐。车外的风景很美，小区里的环境很好，据说相声圈的明星们也住在这里。朋友的老公喜欢收藏酒，这满满的2柜子酒的确很亮眼。羊和马这2瓶是5万。完了就是这个系列，之前这个是这个主要这个主要是什么呀？你买外边买不到。这是老的茅台吗？然后你搁串上面那个人民大会堂特供，就只针对人民大会堂的，对，特供的陈酿的酒质应该在30年的酒质。30年。对，基本就是这个之前，这是老的，这是新的陈酿。完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04年出的这块儿。这是成都军区的。哦，那人家是限量的，就少。对，少。这五粮液，这都是这属性啊，这五粮液的这俩属性，对，这都是人民大会堂。为了摆着好看。这是天之蓝、地之蓝洋河系列。洋河。对。洋河嘛，就是天之蓝、地之蓝嘛。曲酒是吗？这不是曲酒，就是它那种南方人口感，对，南方江苏人，江之蓝、海之蓝，江苏人特爱喝的这个。但是就是国内现在白酒确实炒的。天之蓝、海之蓝，完了这个是竹叶青。哦，这老的了吧？这个是青花郎，这也是。竹叶青这现在这是摘要，这是酱酒、钓鱼台，这都是一系列。今天家里的亲戚招待我们吃海南的椰子鸡火锅。海南风味的火锅。油皮儿炸那个油皮儿卷，椰青里的那个卷。它是有点甜味的哈。
汤底是椰汁儿，还有椰肉，可以选文昌鸡、三黄鸡。这写着不同的鸡有不同的烹煮方法，小料也很特殊，挤一点柠檬汁，放一些南姜末，再加些小米辣。鸡肉很嫩很鲜，鸡汤也很好喝。这就是椰肉，煮的特别烂，像菜一样，青菜的感觉。鸡肉和汤吃完以后，再煮牛肉丸呀、豆皮呀、牛肉、蔬菜呀这些，就跟涮肉一样，全程都有服务员在负责，很贴心的服务。芦笋。今天和老公自己出来了，看看可不可以顺利点餐。商场里的餐厅还真不少，看着都很好吃，哪家都想进。最后和老公决定就吃这个潮汕菜吧。用餐的人并不多，可能因为是平日。开始第一次手机选餐，选好用餐人数就可以点餐了。北冰洋啊，再点个干炒牛河，这是老公最喜欢的。北冰洋汽水，看到这几个字，满满的童年的回忆。牛肉丸粥很清淡，很好喝。牛肉丸还是挺弹的，可能是它切了一半。这几天吃的有些油腻，吃点清淡的，感觉很舒服。小笼包味道也很好。餐厅里很安静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在北京这几天，感觉变化真的很大，很多细节的变化让生活变得轻松了不少，环境更干净了，天也更蓝了。北京真的是变了。之后，我们冲绳的好朋友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一次颠覆认知的北京之行。好吃就多吃点。哇 ，1 2 3 4 I'm the man. You're in. 对，我瞧着都想你。哦，Good. 还得还你 Good.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不要把我来忘。